20257大量产终端机性能横评来了，我给你们划重点，每一台都是真金白银购买的量产机，它们分别是2台红米、2台一加、2台 iQOO 和1台真我。具体机型分为红米 K80 Pro、K80 至尊版、一加 S5 Pro、一加 S5 至尊版、iQOO 60 Pro、60 Pro 加以及真我 GT7，囊括了骁龙8至尊版、天玑9400、天玑9400加，总共3款安卓顶级处理器。这次测试我干了1周才干完，皮肤都熬差了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测试，记得给我点个赞，投个币，你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。而且我提前透露下，别看它们都是同一枚芯片，可结果却天差地别，非常离谱。继续看下去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当然，除了性能测试，下一步我也会做续航复测，想看的话记得给我点个关注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先上点前菜。25度空调房，统一12+256GB，且升级了最新系统版本。最后使用均衡模式，测试30个第三方 APP 2轮打开时长。表现最佳的是 iQOO 60 Pro 加，耗时130秒，60 Pro 耗时149秒，红米也不错，成绩在中间位置。K80 Pro 耗时151秒。K80 至尊版耗时161秒。至于真我一加两兄弟表现最差，实际成绩超过了3分钟，其中真我 GT7 耗时187秒，一加 S5 Pro、S5 至尊版分别耗时206秒、204秒。就这结果，实在对不起ColorOS 非常流畅的用户口碑。难不成到了夏天来了个负优化？手机里有这些机器的朋友们，可以说说自己的体验。另外，这次我还测了温度，这里面表现最好的是红米，至尊版和 Pro 版的最高温度分别是40.6度、40.3度。一加 S5 Pro 的最高温度是43.6度，而一加 S5 至尊版真我 GT7 的最高温度非常接近，它们分别是44.2度、44.3度。打开速度最快的是 iQOO， 温度最高60 Pro 加达到了45.1度，60 Pro 更是高达45.5度，这已经处于烫手级别了。看完了打开速度，再看30个 APP 后台留存。静止30分钟后，7大终端机数据如下。iQOO 2台机器依然表现最出色，60 Pro 一个 APP 都没杀掉，30个 APP 全部保活，60 Pro 加也只杀了一个 APP， 保活29个。反观红米、一加、真我就是卧龙凤雏的表现，三者之间谁也喷不了谁。这5台机器基本杀掉了5到9个应用，保活在21个、22个之间。被杀掉的 APP 大部分是地图、音乐、浏览器之类。怎么样，是不是第一关结果就有很大的差距了？7大终端机里 iQOO 的优化是最好的，打开速度最快，基本不杀后台，而有些机器就原形毕露，表现特差，配不上顶级旗舰芯。但大家伙别急，大的还在后面呢。再来看个乐的安兔兔跑分，这时候7台机器全部打开了性能模式。除了真我 GT7 跑分略低，只有250万分，其余6台机器跑分均在260万以上，但每一个能跑到270万分以上。温度方面 ，iQOO 60 Pro 最低，只有43.1度，温度最高的是一加 S5 Pro、iQOO 60 Pro 加，前者是47.5度，后者是47.3度。2台机器跑完分10分烫手，剩下的机器温度就很接近，基本在45、46度之间。再看干patch 6.1跑分，作为天玑9400加的3台机器，红米 K80 至尊版表现最差，单核跑分只有2560，多核跑分只有7906，明显不如一加 S5 至尊版真我 GT7，甚至不如天玑9400的 iQOO 60 Pro。它的单核、多核跑分是2692、8230。作为骁龙8至尊版的3台机器 ，K80 Pro 的跑分也是垫底，单核只有2362，多核只有8191。而一加 S5 Pro 的单核双跑分有2965和8709，iQOO 60 Pro 加更是达到了夸张的3007和9307，跑分数据上压着红米 K80 Pro 打。至于温度，红米 K80 Pro 成绩实在太差，所以温度也最低，只有33.2度，其他6台机器的温度就大差不差，基本在35到36之间波动。通过跑分能说明什么问题呢？那就是红米的2台机器，也许游戏上有了狂暴引擎会好很多吧。那么说到游戏，接下来就是本期视频的重头戏——原神崩铁的高压力测试了。2款游戏分别玩30分钟，画质拉满。先看7台量产终端机在原神方面的表现。平均帧率超过60帧的一共有4台，分别是一加 S5 至尊版、iQOO 60 Pro 加、60 Pro 和真我 GT7，全程一条直线，没任何明显掉帧，5%漏帧呢也超过57帧以上。剩下的一加 S5 Pro、红米 K80 Pro、K80 至尊版，平均帧率也超过了59帧，5%漏帧超过55帧以上，表现同样稳定和优秀。至于功耗，真我 GT7 最低，只有 4.4 瓦，功耗最高的是 K80 Pro， 高达 5.1 瓦，其余的机器功耗基本在 4.7 到 4.9 瓦之间。最高温度方面，7台终端机的表现都十分优秀，基本在40度到41度出头，摸起来就是微温，根本不烫手。看来现阶段的原神对于顶级芯片而言毫无压力。我在想，未来的游戏测试是不是得去掉原神这款游戏了？大家觉得呢？去掉了扣1，不去掉了扣2。不过呢，原神是没压力，可崩铁就惨了，没有一个选手能稳住。
综合帧率曲线掉帧波动来看，一加 S5 Pro 表现最佳，平均帧率最高，高达54.6帧，前15分钟基本稳住60帧，后面也保持守在50帧左右，没有大幅度频繁掉帧。其次是红米 K80 Pro， 平均帧率是53.2帧，12分钟后开始剧烈掉帧，但也稳在50帧以上，表现不错。同为骁龙8至尊版，真我 GT7 和 iQOO 60 Pro 加的表现就差多了。真我 GT7 平均帧率是50.9帧，12分钟后直接掉到40帧左右，60 Pro 加更离谱，虽然平均帧有51帧，但最低掉到30帧以下，且非常频繁，波动相当大，反映到游戏上就是很卡，一点都不流畅。至于天玑选手，一加 S5 至尊版表现最佳，平均帧率高达54.9帧，全场最高，即使后半段有掉帧也不是很稳，可不是很严重，完全过得去。其次是 iQOO 60 Pro， 作为唯一的天玑9400选手，没想到他的崩铁表现甚至比老大哥 Pro 加还要好，平均帧率是53.1帧，后半段依旧有比较强烈的掉帧，可波动在40到55之间，体验并不算很差。不过红米 K80 至尊版就差很多了，平均帧率全场最低，只有48.7帧，同时也是掉帧最快的，60帧只坚持了6分钟，后面基本在40到50之间来回跳动，对比其他选手体验要差很多。看完了帧率，然后我们再看功耗和能效比，综合两方面来看，表现最好的选手是 iQOO 60 Pro， 功耗 7.6 瓦，能效比 6.98。这是崩铁游戏里能效比唯一接近7的选手，要知道这可是天玑9400啊，这表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表现最差的选手很难给出答案，为啥呢？因为他们都一样差。比如功耗，红米 K80 至尊版最低只有 7.2 瓦，可能效比一般，只有 6.76。还有真我 GT7、iQOO 60 Pro 加，功耗分别是 7.44 瓦、7.72 瓦，而红米 K80 Pro、一加 S5 Pro、一加 S5 至尊版功耗全部突破8瓦，具体是 8.06 瓦、8.14 瓦、8.16瓦。不过想到帧率表现确实更好，这功耗高点也可以理解。至于能效比方面，每位选手都十分接近，游离在 6.6 到 6.84 之间，没啥区别。最后我们再看看温度，温度最高的选手是一加真我两兄弟，一加 S5 至尊版玩崩铁高达 48.3 度。S5 Pro 真我 GT7 分别是 47.7 度、47.5度，换到体验里那就是一个字烫。表现一般的是红米 K80 Pro、K80 至尊版的温度也有 46.6 度、46.4度，温度最低的反而是 iQOO， 毕竟帧率也表现比较差。60 Pro 加60 Pro 的温度分别是 45.9 度、45.3度。另外我们也额外测试了两款游戏耗电的情况，合并计算加起来实际表现如下：游戏耗电量从低到高分别是真我、红米、iQOO 和一加。具体数据方面，真我 GT7、红米 K80 至尊版均耗电22%，K80 Pro 耗电是24%，iQOO 60 Pro 加耗电25%，60 Pro 和一加 S5 Pro 同样耗电27%，一加 S5 至尊版耗电最高来到28%，所以耗电方面7位选手还是有明显差距的。那么看完了游戏表现，尤其是崩铁7位中端选手，仅从游戏体验来论，表现最好的选手无疑是一加、真我和 K80 Pro， 其次是天玑9400的 iQOO 60 Pro。至于 iQOO 60 Pro 加和 K80 至尊版，崩铁表现实在太差，掉帧严重，一个发挥了骁龙8至尊版的下限，一个拉低了天玑9400加的下限，真是卧龙凤雏啊！好了，以上就是7大量产终端机的横评了。总的来看，很难选出全方面表现最佳的选手。比如iQOO2位选手日常流畅度和 APP 保活表现最好，可是中度游戏就不太行，中精度游戏就没问题。不玩崩铁的话，7位选手里我最推荐购买他们俩，红米 K80 至尊版和 K80 Pro。总体来看表现就很一般，杀后台严重，跑分最低，游戏里也不稳定。至于一加和真我，流畅度和保活方面反而没以前好，但重度游戏里表现又很不错，属于是一个拉了胯，又在另一方面弥补了回来。怎么推荐呢？这就看你们的需求了，是玩崩铁多呢，还是很在意杀后台？反正7位选手里，我是选不出一位全方位表现都十分满意的选手。对于这样的表现，大家伙满意吗？满意的扣1，不满意的扣2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。如果觉得做的不错，记得点个赞，点个关注。量产终端机续航复测正在测试，有结果了立马给你们看。这里是玩机少女小丽丽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